在清水镇中，苍玄劫走了相柳的药材，相柳也意外得知了苍玄的身份。相柳和苍玄可谓是死对头。当相柳联合涂山璟救出小妖后，相柳利用小妖设陷阱杀苍玄。起初小妖并不知情，他不知道苍玄的身份，因为阿念苍玄对他动刑，他也愿意帮相柳杀苍玄。可是在苍玄生死一线时，小妖得知了苍玄的身份，他立即用自己的身体抵挡了相柳的绝杀，护住苍玄。相柳很生气，他掐住小妖的脖子，只要稍微再用点力，小妖就会命丧黄泉。然而就在小妖缓缓闭上眼睛的那一刹那，相柳猛地收回了手。相柳把小妖带到了一个山洞的池子里养伤。当小妖醒来时，相柳问为什么要救他。小妖说，我知道了，他的名字叫苍玄，是轩辕的王子，轩辕王的嫡长孙。如果我帮你杀了他，轩辕王必倾天下之力复仇，我此生此世永不得安宁，大荒之内再无我容身之处。相柳说，我曾以为你有几分胆色。然后走进池子里，掐着小妖的脖子，把他的头重重磕在池壁上。小妖无力反抗，索性以退为进，说，我坏了你的大事，你若想杀我就杀吧。相柳冷笑道，杀了你太便宜你了。他俯下头狠狠地咬在小妖的脖子上，用力细顺着鲜血，以此宣泄着心中的杀意。然而相柳吸着吸着却变了味儿。彼时苍玄中了小妖下的蛊，小妖的感觉苍玄都能感觉到。当时苍玄受伤，正在昏迷中，突然苍玄坐了起来，伸手摸着自己的脖子。苍玄明显感觉到刚开始脖子是剧烈的疼痛，就好似利齿刺入肉中，可是渐渐的疼痛的感觉变得怪异起来，疼中夹杂着丝丝酥麻，痛中有微微的快感，就好似有人在吸吮舔舐亲吻。从苍玄感受的感觉来说，此时的小妖和相柳都迷失了自己，沉浸在异样的感觉中。最先还是相柳停了下来，相柳抚摸了一会儿小妖的锁骨，想继续往下抚摸。然而小妖猛地抓住相柳的手，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男人。相柳最终放过了小妖，并说，我对你的这具假身体没兴趣。恐怕连相柳自己都不知道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相柳的心里已经有了小妖。也许是小妖在他脸上乱涂乱画的时候，也许是小妖顶撞他的时候，更或许是小妖毫无顾忌地对他讲起自己悲惨经历的时候。而小妖的心里对相柳也是既害怕又想亲近。那么小妖为何会爱上魔头相柳呢？主要有3个原因。一，相柳颜值高，自带神秘感。小妖和相柳第一次见面不算愉快，相柳怀疑他是细作，即使知道小妖是女儿身，还滥用酷刑，恨得小妖牙痒痒。可他也是幸运的，第一次见相柳就见到了他的真容。要知道相柳平常见人都戴着面具，几乎没人知道他真实的长相。小妖初见相柳真容，惊得下巴都要掉了。他内心的潜台词应该是，这也太帅了吧，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帅的人。原著这样描述小妖眼中的相柳，白发如云，未梳发髻，一条碧玉抹额，将一头白发一丝不乱地拢在脑后，自然垂披，五官聚眉到腰翼，整个人也干净到整洁到腰翼。小妖第一次见相柳已经情窦初开，只是他那时候还不懂情为何物，喜欢上了也不自知。不过后来他的行为证明了一切，明知道相柳脾气不好，小妖还3番4次找相柳，还不怕死地调侃他9个头怎么长。小妖有一面星星镜，能重现往事，这面镜子是稀世罕物。小妖只记录相柳一人的画像，足以证明相柳在他心中的位置。原著描写相柳用的都是一些飘逸的词，如纤尘不染，如青石泉上，秋叶初露，九曲红尘是外客，战斗都美得像雪花在飞。这些飘逸美好的词塑造了一个折外仙人的形象。相柳看似在尘世，其实他更像是尘世外客，在滚滚红尘中行走，始终没有沾染一丝世俗的尘埃。他一袭白衣，纤尘不染，长身玉立，似仙人下凡。一身洁白的衣衫折射了相柳品行高洁，心也如琉璃般剔透，看似什么都在乎，又看似什么都不在乎，让人琢磨不透。可以说相柳自带强烈的神秘感，让人不自觉想探究他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小妖初见相柳，内心是震撼的。这个震撼不仅是因为相柳有超高的颜值，还因为他的形象与小妖脑海中的形象截然不符。相柳的名声很烂，狠戾残暴，是人人喊打的大魔头。可这样的大魔头居然有一张妖孽到极致的脸，还纤尘不染如仙人，任谁见到都不由自主被吸引。此外，相柳行事不按常理出牌，性格也让人捉摸不透。他有时对小妖凶巴巴的，
一句话就勃然大怒，有时又格外温柔，搞得小妖受宠若惊。如此大的反差很难让人想到他喜欢小妖。小妖身处其中也非常迷惑，他有时觉得相柳离他很近，有时又觉得相柳离他很远。这种扑朔迷离的感觉吸引着小妖一步步朝相柳靠近。2. 有亲密的肢体接触。在清水镇时，相柳无意中发现小妖的身体是个好宝贝，有疗伤的功效，吸几口血伤能快速痊愈。自那以后，相柳便把小妖当成移动血包，有事没事吸几口。起初小妖是抗拒且害怕的，当他发现相柳没有杀他的意思，情绪便从刚开始的害怕担心转换成习惯，甚至还有点享受。苍玄被小妖中了蛊，能感受到小妖的一切感受。相柳吸小妖血时，原著这样描述苍玄的感受：刚开始是剧烈的疼痛，就好似利齿刺入肉中，可是渐渐的，疼痛的感觉变得怪异起来，疼中夹杂着丝丝酥麻，痛中有微微的快感，就好似有人在吮吸、舔舐、亲吻。这段话形象描述了相柳吸小妖血时小妖的真实感受，爽远大于痛，而且痛只有短短一瞬，接着就是一阵酥麻，酥麻中自带快感。相柳的嘴唇与小妖脖子亲密接触的一刹那，两人的距离是很近的，这种肌肤间的亲密接触迅速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，再加上他们原本彼此心存好感，在亲密肢体接触的催动下，心中暗藏的情愫更是蹭蹭蹭往上涨。嘴唇亲吻脖子属于恋人间比较亲密的行为，小妖被迫接受到后面的心甘情愿，其实代表了相柳已经走进他心里。3. 有相似的经历。小妖儿时在大荒流浪，不幸被九尾狐蒙骗，囚禁在地牢虐待整整30年。这段经历在小妖心中留下了永恒的伤疤。即使后来他成功逃脱，也把九尾狐杀了，可心灵遭遇的创伤却并不会因此消失。此后，小妖从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。这段惨痛的经历，小妖第一个诉说的人是相柳，他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、经历感受全都和相柳说了。而涂山璟是后来才知道的，而且只了解了个大概。这段经历尘封在小妖心中多年，不是特别重要且心灵投契的人，他不会开口。相柳之所以能懂，是因为他和小妖有过相似的经历，理解他的绝望、恐惧、愤怒以及挥之不去的哀伤。小妖和相柳除了儿时有共同的经历，长大后的他们性情也有几分相似。他们同样外冷内热，不轻易相信人，习惯用冷酷来包裹自己，在冷酷的外表下都埋藏着一颗滚烫的心。他们看似冷漠，却比很多人都重情义，心思也敏感细腻。小妖和相柳初次接触就已经敏锐意识到相柳本性不坏，并且和他很投缘。相柳会认真聆听他说话，能理解他的所思所想，两人还会打打闹闹，消解彼此心中的寂寞。小妖在清水镇时虽有老木、麻子、串子相伴，也有涂山璟的贴心照顾，可他有些埋藏在心底的话却无人可诉，无人能懂。直到遇见相柳，小妖层层包裹的心才真正打开。初次见面，相柳逼问小妖是谁，小妖看着相柳眼中的杀意，吐露心声，说：我只是个被遗弃的人，我无力自保，无人相依，无处可去，所以我选择在清水镇做文小六。一句无力自保、无人相依、无处可去，同样击中了相柳的心。如今的文小六何尝不是过去的相柳？原著这样描写小妖当时的感受：眼中有了水汽，几十年没有撕开的壳被硬逼着撕开了。自那以后，小妖有事没事总爱招惹相柳，明知道他手段狠辣、凶巴巴的，还3番4次主动送上门。看到相柳生气、恶狠狠的模样，小妖只觉得有趣。那时小妖和相柳相依相伴，仿佛两个孤单很久的人终于找着了伙伴。小妖珍惜相柳的陪伴，相柳亦如此。茫茫人海能遇到了解并懂得自己的人绝非易事，遇到了大多数人都会紧紧抓住，小妖也不例外。小妖之所以会爱上相柳，是因为相柳颜值高，两人有亲密的肢体接触，有相似的经历，彼此心灵契合。此外，相柳本身也是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，人人都说相柳是个大魔头，狠毒残暴。可相柳对洪江忠心耿耿，明知陈荣军战败是注定的结局，还甘愿守护，不惜献上生命。相柳面对敌人心狠手辣，可他从不伤及无辜，不恃强凌弱，也没干过缺德事。相柳爱小妖，可他没有自私的占为己有，他明知道小妖想要什么，一直在成全小妖和涂山璟。一个名声很臭的人靠近，却发现他有着一颗热忱的心以及高贵的灵魂。小妖沉醉其中实属正常。
如果小妖和相柳的身份没有对立，或许和小妖在一起的那个人会是相柳吧。